流媒体巨头闪电突袭。 Have you destroyed Hollywood? No, we're saving Hollywood. 甲骨文父子敌意回击，百年制片厂8次拒绝。这不是新的大片预告，而是现实中好莱坞最大收购案一波数折的剧情走向。去年12月5日 Netflix 扔下一枚重磅炸弹，计划以827亿美元收购好莱坞百年巨头华纳兄弟探索 Warner Bros. Discovery。 但游戏才刚刚开始。仅仅一个周末后，华纳收购案中的另一大潜在买家派拉蒙迅速反击，向华纳的股东们直接发出了敌意收购。 Our offer is $30 a share, all cash. 随后，政府监管、资金来源、董事会斗争、代理权诉讼等等接踵而至。过去的2个月里，这起牵动好莱坞、华尔街和华盛顿3方权力的收购案，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那就在我们制作这期视频的期间呢，纷争也还在继续。但华纳董事会态度明确 Warner Brothers once again rejecting Paramount Skydance's takeover offer in favor of a Netflix deal. 这意味着 Netflix 这家靠邮寄 DVD 起家的科技公司，正在以最不好莱坞的方式攻占好莱坞的心脏。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硅谷101，我是特约研究员一文。那么在我们美国传媒帝国系列第1期视频里面啊，我们详细拆解了派拉蒙这家传媒帝国的历史，以及呢它是如何被甲骨文公子 David Ellison 收购的。如果呢你对好莱坞巨头的爱恨情仇还没有看过瘾啊，就一定不要错过今天这期视频。华纳兄弟为什么选择了 Netflix 又为什么要收购华纳兄弟？在收购背后，华纳面临着什么样的商业诅咒？而10多年来，硅谷又是怎样一步步征服娱乐行业的？这是我们美国媒体帝国收购专题系列的第2期视频。去年8月 David Ellison 用80亿美元收购了派拉蒙，与自家的 Skydance 合并。但上期视频里我们提到，被收购的派拉蒙市场份额仍然不足以撑起 David Ellison 的全部野心，削减成本、增加用户、扩充片库，才能与巨头们竞争。而就在那之前2个月，华纳曾经要把公司拆成2家上市公司，其中一家是流媒体和制片厂，主要聚焦在电影与流媒体的 HBO Max 业务，而另一家公司呢，则会管理 CNN 新闻网、TNT体育频道和 Discovery 众多的有线电视业务。这个变动自然引起了 David Ellison 的注意。要知道，截止至9月，派拉蒙全球流媒体订阅用户数为7910万，而华纳则拥有 1.3 亿用户。所以说啊，如果派拉蒙想要和 YouTube、Netflix 甚至 TikTok 竞争用户们的注意力，就一定不能错过华纳这块肥肉。10月，华纳释放出售信号，吸引了3个买家进场。除了刚才提到的 Netflix 和派拉蒙之外还有康卡斯特 Comcast 美国通信巨头，旗下的主要品牌呢是 Xfinity 和 NBC Universal， 大家比较熟悉的 NBC 电视网以及环球影城都是他们的资产。这3家公司打的算盘也不一样， Netflix 和康卡斯特都只是想要收购华纳的内容资产，包括电影电视制片厂以及流媒体平台 HBO Max。 派拉蒙却野心更大，想要买下整个华纳兄弟探索集团，包括 CNN 电视网和其他有线电视业务。从牌面看派拉蒙优势明显， Ellison 家族与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被外界认为又不差钱又有政治背书。但反观 Netflix， 他们的创始人呢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院线电影，而且业内都知道 Netflix 没有大型收购历史，外界也普遍认为他们在陪跑。所以当 Netflix 突然宣布以827亿进行收购的时候，整个行业都炸了。那现在呢，咱们就从头开始梳理这场收购案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场收购由派拉蒙步步紧逼开始。根据报道华纳的 CEO David Zaslav 在 Ellison 家族吞并派拉蒙之后就知道，他们呢肯定是对自己的公司感兴趣的，但他却没有想到他们的行动竟然如此之快。2025年8月 David Ellison 刚结束对派拉蒙的收购拉锯战。9月11日，华尔街日报便爆料 David Ellison 将冲刺竞购华纳。9月14日 David Ellison 与 Zaslav 第一次见面，派拉蒙首次提出收购意愿，出价为每股19美元，其中60%是现金。不过
啊，当时华纳没有回复，也没有对外表示是否愿意出售资产。9月下旬，派拉蒙提出第2份收购要约，希望以每股22美元收购，现金比例提高到了67%。派拉蒙还承诺，如果监管机构否决交易，将支付20亿美元分手费。同时啊 ，Ellison 还承诺会给 CEO Zaslav 一个 Co-CEO 的位置，也就是说，他并不会因为被收购而出局。不过呢，华纳仍然不为所动。10月，派拉蒙把收购价格提高到了每股23.5美元，现金股权比被调整到了8:2。面对派拉蒙不断的催促啊，华纳董事会意识到必须迅速行动，否则呢可能失去对局势的控制权。1个星期后，华纳终于对外表示对收购这件事持开放态度，随后宣称已经收到了多方的收购意向。这个时候，华纳争夺战才正式开始。当时华纳的股价仅只有约12美元，但是董事会却认为公允价值应该在24美元以上。为了保持竞争的势头，华纳定下了非常紧迫的时间表，每次竞标只给3个竞争对手几天时间来修改通常几周才能完成的条款。派拉蒙方面呢，之后再次出价，收购价格一路从25.5美元涨到26.5美元。不过华纳并不满意，认为自己作为拥有丰富片库的百年制片厂啊，值得更高的价格，要求 Ellison 家族继续报价，并且呢需要消除董事会对派拉蒙融资方面的顾虑。12月4日早晨 ，David Ellison 将最新起草的30美元价格发给了 Zaslav， 并且承诺可以全现金交易。不过这个时候 Zaslav 再也没有回过他的信息。我感觉他在整个这个收购当中其实都是志在必得的，就是胡萝卜和大棒都使出来了，他不断的去这个发出威胁，或者说去这个放话说，如果说派拉蒙最后没有能够成功收购 WBD 的话，那他可能会采取更极端一些措施。在华纳提交给美国证交会的一份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 Zaslav 之所以没有回复短信，是因为他认为这条短信呢没有提出任何可操作的方案，在华纳董事会审议期间这样做也不合适。那 David Ellison 不知道的是啊，在 Zaslav 没有回他短信的期间呢，其实正在和 Netflix 紧锣密鼓地敲定最终的协议。当天下午，华纳董事会就接受了 Netflix 的报价，股东们将获得每股27.5美元的现金，以及价值每股4.5美元的 Netflix 股票，还有一家即将被拆分出来的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的股份。而第2天，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我觉得他可能在这里存在一个误判吧，这个误判就是过于依赖自己的这个政治优势，因为他和特朗普的关系，或者说从这个反垄断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他觉得自己更有优势，所以说他觉得这个可能是一场政治博弈。但是 WBA 董事会可能更多的遵循了一个商业逻辑，看看就是谁给的钱多，以及谁给的钱更快，谁的风险更低，然后就卖给了谁。12月8日，不甘心的派拉蒙发起敌意收购，每股报价30美元。所谓敌意收购啊，就是当目标公司的董事会不愿意参与谈判的时候常用的一种方式。理论上呢，这个策略的经典优势就是速度。如果派拉蒙的价格比 Netflix 更有吸引力，那么华纳的股东就会把股份卖给派拉蒙，派拉蒙胜出。但如果这2项交易吸引力差不多的话呢，股东就会选更快拿到钱的那个，1年后拿30美元，总比1年半后拿27.75美元要强。不过派拉蒙的敌意收购其实更像是一种施压策略。成功完成交易的前提呢是反垄断机构批准，而这通常是一项长达几个月的流程，不可能在派拉蒙自己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而另一方面啊，在官宣之后，派拉蒙想要再收购华纳，华纳就必须先解除和 Netflix 的协议，这就意味着华纳董事会要先点头，而派拉蒙直接绕过董事会去接触股东，恰恰是断了自己的后路。所以说啊，派拉蒙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直接拿下华纳，而是逼董事会坐下来重新谈判。从始至终啊，华纳董事会的答案都是不卖。那为什么派拉蒙抬价之后，华纳董事会依然拒绝的？这个答案藏在2个问题里：钱从哪里来？监管能过吗？先来说说钱的问题，派拉蒙的市值啊约为140亿美元。如果想用每股30美元试图收购华纳，他们将需要946.5亿美元的债务和股权融资，而这几乎是派拉蒙总市值的7倍。即使亿万富翁 Larry Ellison 大手一挥，愿意为儿子的这场豪赌提供404亿美元的个人担保，华纳董事会却依然不买账，这是为什么？
第一，解约成本太高。华纳董事会认为，如果终止与 Netflix 的收购协议，就不得不承担47亿美元的成本，包括28亿美元的分手费、15亿美元的债务重组计划流产的补偿金和对应的利息支出，非常不划算。其次华纳这种所谓的杠杆收购风险太高了。如果派拉蒙通过借入大量债务来筹集收购资金，交易完成后呢，巨额债务会转移到合并后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他们将不得不用未来的现金流来偿还这些贷款。如果未来市场环境不好，那么新公司也许会被压垮。2007年德州能源450亿美元收购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跌，新公司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最终导致破产。第三，资金来源不稳定。派拉蒙的钱主要来自3方：中东主权基金、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和阿波罗等金融机构540亿美元的债务承诺，以及代表政治资本的特朗普女婿 Jared Kushner。但是中东资金可能触发美国政府的安全审查，银行承诺随时可能在最后一刻反悔，而 Kushner 本来承诺投2亿美元，最后关头呢却突然退出。那反观 Netflix 家里是真的有矿，对于华纳来说呢，也就更具有保障。一方面 Netflix 业务进入成熟期，预计2025年全年收入达到约451亿美元，自由现金流利润率接近21%，意味着每赚100刀还能剩下20多刀的真金白银。另一方面Netflix 拥有着低杠杆风险， Netflix 的债务约为145亿美元，比派拉蒙方案的870亿美元低了不少，而 Netflix 的税前利润是利息支出的29.7倍，拥有强大的利息偿付能力。那最后一个容易忽视的细节就是派拉蒙这每股30刀的报价，其实呢不一定比 Netflix 更加划算。别忘了，派拉蒙要买的是整个华纳集团，也就是包括 CNN 等有线电视业务。那哪个报价更好呢？其实取决于股东们如何估值这些有线电视资产。尽管派拉蒙自己表示华纳的有线电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但如果有线电视还值钱，那么 Netflix 剥离这部分后的报价反而会让股东拿到更多。我们在上期视频中说过虽然剪线潮汹涌，但有线电视其实仍然在贡献着非常稳定的现金流。但钱只是一方面，就算派拉蒙能筹到钱华纳董事会还有一个更大的顾虑，监管能不能过。派拉蒙多次向华纳董事会致信，强调自己来收购华纳的监管风险比 Netflix 要小得多。那咱们呢就来拆解一下这场收购到底有哪些监管风险。首先最主要的担心在于流媒体市场的集中度。截至2024年底 Netflix 在全球拥有约3亿订阅用户，是流媒体行业的绝对领导者。如果加上排名第3的 HBO Max 约1亿的订阅用户，合并实体将控制近4亿用户的观看数据和消费习惯。这样庞大的规模是否代表着 Netflix 占据支配地位呢？从 Netflix 角度来讲的话，那他可能更希望的是把这个市场定义成一个所谓的注意力经济，就是说这个市场不仅仅是包括像 Netflix、像 HBO、像 Disney Plus 这样的流媒体，也包括像 YouTube、TikTok 甚至是 Fortnite 这样一些游戏，因为这些所有的加起来是一个所谓的用户消耗时间的娱乐方式的这样一个市场。在这样一个相当大的市场里面， Netflix 即便买下华纳，甚至是买下所有的这些流媒体，也不足以构成垄断。消费者所期待的是只花1份购买 Netflix 会员的钱，却能看包括 HBO Max 在内的2份节目。目前 Netflix 的会员价格分3档，标准套餐为17.99美元每月， HBO Max 的标准套餐为18.49美元每月。不过合并后真的能帮消费者省钱吗？如果是超级 Netflix 加未来的这个 Disney 的这样的一个，它如果变成是2强巨头，那它可能控制美国超过1半以上的流媒体份额的话，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消费者的这个流媒体订阅的定价上，少数的寡头平台会拥有非常大的这个定价权。垂直整合的问题同样严重。 Netflix 虽然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原创内容制作能力，但仍有大量的内容依靠外部采购。华纳则拥有华纳兄弟影业这个传奇制片厂，以及 DC 动画、哈利波特、权力的游戏等顶级 IP。合并后这个实体
体将同时控制内容制作的上游制片厂和分发的下游流媒体平台，合并实体可能拒绝像 Disney Plus、Apple TV Plus、Amazon 等竞争对手授权华纳的内容，或者开出远高于市场价格的授权费用，从而削弱竞争对手的内容库吸引力。电视影视制作部门在过去的这个流媒体大战当中扮演了一个军火商的这个职能，它在不仅仅是给 HBO Max 去供片，它也在给 Netflix， 也在给这个 Apple TV 供片，然后也在给其他一些竞争对手供片。它其实是把一个买方和一个卖方进行了一个整合。Netflix 就成为了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超级买家，它可能会利用自己在这个市场上支配的地位去压低编剧啊、演员啊以及片场的员工的这个片酬和工资。2020年疫情期间，华纳兄弟决定将2021年的所有新片同步上映 HBO Max 和院线，就曾经引来了 AMC 等院线巨头的强烈抗议。那在第4章里呢，我们也会详细拆解一下这场收购之后院线电影的未来究竟如何。现在呢，让我们再回到这场收购战，时间线拉到1月12日，在派拉蒙发现敌意收购可能性不大，同时呢自己也不愿再加价的情况下，又想到了以提名董事会的方式来阻挠这场收购。根据华纳的章程，每年都有一个提前通知窗口，允许股东在这个时间段提名自己的人选来竞选董事会席位。既然之前的董事会否决了派拉蒙的8次报价，那不如绕过现任领导班子，直接换成自己人。而提名的这组董事一旦上任，就会立即宣布派拉蒙的方案是更优报价，从而合法撕毁与 Netflix 的婚约。这在商战中呢，也叫代理人战争。除了提董事派拉蒙还起诉了华纳，试图用法律压力迫使华纳公开 Netflix 交易的财务细节，想证明自己的方案最好。不过法官拒绝了派拉蒙快速审理的要求。1月20日 Netflix 宣布将收购方案修改为以每股27.75美元全现金收购，通过简化交易结构来抵御派拉蒙的敌意收购，加速收购过程。华纳兄弟董事会也已经批准了这笔交易。这么一来派拉蒙的大部分手段都可以说是虚惊一场，除非继续提高报价，否则这场华纳争夺战已经可以说是落下帷幕了。讲完了这场收购案的始末咱们再来聊聊 Netflix。相信呢，大家现在最大的疑问都是 Netflix 到底为什么要重金收购华纳呢？他放弃了自己坚持多年的有机增长策略，是为了什么呢？首先 Netflix 作为一家1997年成立、以 DVD 租赁起家的公司，在 IP 战场上面对的是一群拥有100年家底的竞争对手。迪士尼自90年代起就挥舞着1000亿美金买下漫威、卢卡斯和福克斯，这样的积累使得迪士尼的流媒体平台 Disney Plus 在2019年一推出便在几周内获得数千万人订阅。2007年 Netflix 开启了流媒体业务，内容全部依赖于向好莱坞制片厂购买授权。随着流媒体展现出巨大的潜力，版权方们意识到 Netflix 是潜在威胁，于是大幅提高了授权费用，或者干脆收回版权，打造自己的平台。而 Netflix 自己正是在被制片厂们视为威胁后，才在2013年押注原创剧集《纸牌屋》，而引起了全球讨论。这种近1个世纪的差距，逼得 Netflix 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他不迷恋传统 IP， 而是压住算法，用激进的资本去赌那些未经测试的新故事，以此呢来对抗迪士尼和康卡斯特对于传统 IP 的依赖。但是在 Netflix 给用户的信当中，就能看到他们原创 IP 的另一个问题：缺少文化资本。Netflix 列出的《怪奇物语》、鱿鱼游戏与今年上映就爆火的 K-pop 猎魔女团，是为数不多的具有代表性的 IP。但在好莱坞业内人士看来Netflix 制作的内容一直被视为快餐，用户看完即走。Netflix 虽然说现在很有钱，但是还是说回来，在好莱坞的鄙视链当中，它是处于低端的，大家认为它制造出来是电子榨菜。他自己其实也说了这个话，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是所谓的 Gourmet Cheeseburger， 就是精品的这个芝士汉堡。他们不是一家这个米其林的法餐厅，然后他们是一个制作出来的东西是广大的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内容。那正是因为 Netflix 缺乏这些优质的传统 IP 积累他才又掉过头去，在自身的原创 IP 成熟之前呢，寻找外部的优质资源。
其实啊，在这场收购战期间，还有一条新闻被很多人忽视了。1月15日 ，Netflix 与索尼影业达成了一项超过70亿美元价值的全球独家授权协议，而这正是 Netflix 补短板策略的终极体现。在这个被称为 Pay One 的协议当中 ，Netflix 为自己锁定了一个霸道的权益，未来索尼旗下的所有电影在院线公映和数字点播结束后的第一时间，能且只能上线 Netflix。这意味着，无论你是期待真人版《塞尔达传说》还是想看蜘蛛侠超越新宇宙，只要他们在影院下映，你只能在 Netflix 上看到这些顶级大片。这笔协议将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分地区生效，合约期一路签到了2032年。那无论是华纳还是索尼啊，可以说 Netflix 看中的呢，都是这2家制片厂手中全球最顶级的 IP 资产。那对于正在深陷内容焦虑的 Netflix 来说，这些 IP 和电影库就是它最急需的内容大餐，能够显著提高会员留存率和订阅的价值。那既然说到索尼啊，我们就不妨顺势来讲讲去年大火的 K-pop 恶魔猎人这部电影。这部片子不仅拿下了金球奖最佳动画长片，更是以超过5亿次的播放量，成了 Netflix 历史上最成功的原创电影。但有趣的是啊，这原本是索尼自己的项目，最后却变成了 Netflix 的亲儿子。2021年，索尼与 Netflix 签署了上一个版本的Pay One协议。作为唯一没有自建流媒体平台的大厂啊，索尼通过拍卖内容获利。索尼拿到这个剧本之后呢，对于全亚裔阵容又是极具实验性的 K-pop 题材，高层实在是心里没底，于是他们双方谈成了一种成本加利润的模式。Netflix 承担了超过1亿美元的全部制作成本，并且额外给了索尼大约2500万美元的固定报酬。对当时的索尼来说啊，这个生意稳赚不赔，零风险拿到了几千万美元。但 Netflix 拿走了全部 IP 所有权、后续衍生权和音乐版权。除了索尼顶尖的工业制造能力， Netflix 的全球算法助推也成为 K-pop 恶魔猎人大火的必要条件。借助席卷全球的韩流趋势， Netflix 绕过了传统的线下发行，直接精准推送到全球数亿订阅者面前。电影里的虚拟女团 Hunter X 奇迹般的冲上了 Billboard 榜单。这种流媒体热度回流至流行音乐的现象，在传统的院线模式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去年年底 Netflix 又付给了索尼1500万美元的现金红利，索尼的 CEO Ravi Aja 在2025年年底的商业会议上公开承认，从长远看，我们错失了亲自经营这个顶级 IP 的机会。为了追求短期财务的确定性，索尼把这样一个可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 IP 送给了 Netflix。当然呢 ，Netflix 也通过这样一个例子，证明了自己能够把冷门题材变成全球现象的能力。那同样啊，华纳手上也有不少 IP， 让 Netflix 迫不及待的想要据为己有。以 DC 宇宙为例，作为好莱坞最被低估的 IP 之一， DC 与迪士尼旗下的漫威相比，在商业上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漫威已经通过30多部电影交织的故事情节，在全球斩获了超过300亿美元的票房，而 DC 宇宙则惨淡的可怜。从2013年的钢铁之躯到2023年的蓝甲虫，14部电影平均全球票房仅仅是4.79亿美元。不过今年上映的超人打破了漫威连续多年主导年度超级英雄票房的记录。 DC 制片厂的2个主管正在竭尽全力让 DC 宇宙起死回生。华纳一直都希望找一个契机，能够把这个 DC 漫画下面的这些超级英雄变成一个真正像宇宙的东西。光过去10年间，他已经经历了2-3次的这个出售、并购这样的，就是他整个公司是经营非常动荡的，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一直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做成。现在如果说 Netflix 完成了这个收购，创造平稳的一个发展期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像 DC 宇宙这样的东西是有可能出现。那么当然也就会变成现在迪士尼旗下的漫威很重要的一个能够与之相抗衡的一个对手。那如果将 Netflix 的战略演变比作一个人的成长啊，那么可以说从2013年到2021年这段时间呢，是这家流媒体巨头的少年期。它叛逆、激进，高喊着广告会破坏用户体验，以债务换增长，试图用算法颠覆好莱坞。
纸牌屋是 Netflix 想要摆脱售卖 DVD 商业模式对好莱坞传统秩序发起的第一次技术突袭。Netflix 对数千万用户进行了数据分析，算法发现喜欢英剧原版导演 David Fincher 和主演 Kevin Spacey 的用户群体有着惊人的重叠，与传统制片厂靠制片人直觉来打造爆款的逻辑完全不同。Netflix 直接绕过试播集，一次性放出全季，标志着其用科技公司的思维开始吞噬好莱坞。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Netflix 进入了最疯狂的烧钱换规模阶段，其年度内容支出从2013年的24亿美元一路飙升至2024年的170亿美元。由于自身的盈利能力跟不上如此恐怖的扩张速度，Netflix 频繁出入华尔街，想要发行大量垃圾债来筹集资金。媒体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 Deadflix 债务网飞。Netflix 想做的是用100亿美元的债务去赌一个订阅制通吃的未来，核心逻辑就是以规模换取定价权，抢在竞争对手封锁 IP 授权之前，先把自己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内容工厂。2016年 Netflix 同时在130个新国家上线，一夜之间覆盖了全球190多个国家。为了解决不同国家基础设施极差导致的卡顿Netflix 开发了复杂的自适应码率技术和全球分发网络 Open Connect， 从此不再受限任何单一市场。2022年第一季度 Netflix 遭受了10年来第一次用户流失，股价一夜之间暴跌。这个时候Netflix 意识到仅仅依靠新用户订阅费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触底，由此开启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是 Netflix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也做出了很多的变化，和他之前的这个承诺是相违背的。比如说他在最开始有讲说我们要专心的做这个付费订阅，不做广告，但是在前几年就推出了这个包含广告的一个低价的订阅等级来扩大自己的用户群。他之前也讲过说我不要碰体育和新闻，但是呢他们在体育上现在已经尝到了一些甜头。最早的时候是这个 F1 的纪录片，之后又推出了更多这个泛体育的一些内容，比如说 Jake Paul 和泰森的拳击大战以及 WWE、NFL 它都是进行了一些合作和尝试。另外一个，因为很多的这个 Netflix 的订阅用户其实都是在共享一个密码、共享一个账户的。之前 Netflix 其实他们对这个行为也是很欢迎，他们是公开表示过说觉得这个大家共享一个账号这个是一种爱的体现，但是呢他们也是行业内第一家开始说打击这个账号共享的这家公司。那就像我们嘉宾所说2022年底 Netflix 打破了自己坚持多年的不打广告的承诺，首次推出了广告支持计划。到了2025年底，它的广告层级月活跃用户已经突破了 1.9 亿，而利用 IP 地址和设备识别技术打击账号共享的新规则，直接拉动了2023年到2025年的营收激增。除了大举进攻直播赛事以外呢 Netflix 最近也正式宣告自己进入了播客时代，试图通过制作成本低但更新快的播客，让用户在没有大剧更新的真空期依然养成每天打开 Netflix 的习惯，从 YouTube 和 TikTok 手中抢夺轻量化的内容时长。与此同时，好莱坞对于 Netflix 的感情可以说是非常复杂。收购消息一宣布，就受到了导演卡梅隆、演员简·方达和好莱坞各高管与媒体主编等人公开的批评与反对。在好莱坞似乎人人都讨厌 Netflix。制片人讨厌 Netflix 是因为这家公司注重数量和规模，取消了后期利润分成，只有少数几位超级制片人才能有时间开发高质量内容。一线演员和他们的经纪人讨厌 Netflix 是因为它限制了他们的片酬和分成。电影公司讨厌 Netflix 是因为它挖走了他们的演员，还大幅提高了高管的薪水。影院老板讨厌 Netflix 是因为这家流媒体巨头正在通过让人们待在家里看电影来破坏影院行业。Netflix 对于院线的态度长期以来一直是一道横亘在流媒体与传统电影工业之间的鸿沟。其联合 CEO Ted Sarandos 还对媒体称这是过时的模式。传统好莱坞依赖窗口期系统，电影首先在院线独家上映3到4个月，然后才进入家庭视频、付费电视，最后是免费电视。这个系统保护了院线的利益，也让电影可以在不同渠道逐级收费，最大化收益。但把消费者放在首位的 Netflix 逻辑截然不同。公司最初坚持要把电影在流媒体和院线同步上映，即使在压力下已经做出了17天的独家院线窗口期让步，但是和传统的45天相比还是相差甚远。
正是因为 Netflix 的商业模式建立在订阅基础上，院线票房对他来说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他需要的是持续不断的新内容来留住订阅用户。收购官宣前一天啊，一群匿名电影制片人致信国会，信中写道呢 ，Netflix 将用户在影院观看电影的时间视为他未能在其平台上花费的时间，他们没有动力支持院线放映，反而有充分的动机扼杀它。Netflix 把这些电影短暂的放在院线里面，其实也就主要是2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说获得奥斯卡提名的这个资格。他们虽然不断的去尝试去砸重金去做一些公关，但是从2018年开始，所有的电影入围的电影没有一部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影片。如果说这个交易最后能够获得监管通过的话，那他们肯定是能够打破这个魔咒的。电影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就不再是一个说单独的一个产品，更不是一个艺术品来讲了，而是说就是一个给自己的这个流媒体平台拉新，然后去制造一些声量的这样一个内容。在1月6日与《纽约时报》的专访中， Netflix 的 Co-CEO Ted Sarandos 说，这笔交易完成后，我们将拥有一个非凡的影院发行引擎，它将产生数十亿美元的影院收入。我们不想让这些收入面临风险，所以我们将基本上像现在这样运营这项业务，有45天的窗口期。而此前呢，他也对媒体表示Netflix 能保证华纳每年在院线上映大约15部电影。如果真是如此，那这家纯流媒体巨头很可能要承担每部电影数亿美元的制作和营销成本，而且这些电影还很可能票房惨淡。要知道，院线电影的票房那都是公开透明的，全世界都会知道这些结果。不过 Sarandos 却表现乐观，他不认为去院线看电影和在家里躺着看 Netflix 是竞争关系，去电影院看值得迈出家门的大片。不过话说回来呢，即使华纳被卖给派拉蒙，也无法拯救好莱坞。刚被 David Ellison 收购的派拉蒙为削减30亿美元的成本，已经裁员了2000多人。而在华纳这起收购当中，派拉蒙提议将削减60亿美元，这更是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受新冠疫情2次工会罢工、制作项目外迁至成本更低的地区，以及人工智能工具新兴等因素的影响，好莱坞的整个产业链都在大规模裁员。Ellison 家族与特朗普家族的亲近，也会危及到好莱坞从业者们的创作自由。那么假设收购成功， Netflix 最后会将哪些电影和电视剧收入囊中呢？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华纳兄弟的100年辉煌历史。1923年，华纳兄弟影业由华纳家族4兄弟和 Darryl F. Zanuck 建立。当时的米高梅以豪华气派的形象传递精英审美，派拉蒙大量由欧洲导演打造异国情调，环球聚焦在哥特式的恐怖片上，华纳则代表着工人阶级，总是从社会新闻中寻找电影原型。华纳呢，开创了许多现实题材的先河，比如黑帮火拼、小凯撒、人民的公敌，如监狱暴动，改变了美国监狱制度的我是逃犯，如工人罢工等等。在上世纪的好莱坞巅峰新制片厂主管 Hal Wallace 将低成本快节奏的生产模式转向了更精致的制作，延续了黑帮片系列，同时塑造了华纳冒险动作片与战争片2个主线。冒险动作片比如侠盗罗宾汉，战争片的代表则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卡萨布兰卡。在电视时代，由于1948年派拉蒙反垄断法案迫使制片厂脱离院线，华纳转向了电视剧制作，制作出来了夏言、77号日落大道，许多我们脍炙人口的乐一通动画也是在这个时代被制作出来的，比如兔八哥、达菲鸭、波基猪，他们成为了与米老鼠齐名的文化符号。1969年 Kenny National Company 的总裁 Steve Ross 在收购了 DC 漫画后，以4亿美元又收购了濒临破产的华纳，这是超级英雄 IP 首次与好莱坞制片厂处在了同一屋檐之下。做影视经纪人起家的 Ted Ashley 在1969年被 Steve Ross 任命为华纳的 CEO， 两人立即看到了这个组合的潜力。他们先用动画试水制作了 Super Friends 系列，集合了超人、蝙蝠侠与罗宾、神奇女侠、海王等 DC 核心角色，随后制作了3季神奇女侠，完成了 DC 英雄的真人化。而1978年的超人上映，成为了现代超级英雄电影的起点，最终创造了全球3亿美元票房的纪录。1980年 Ted Ashley 退休，接下来的10年呢，由 Robert Daly 接任。华纳与出版体育画报、时代生活等杂志的时代公司合并组成了时代华纳，同时带来了 HBO。 在这10年里，华纳推出了致命武器系列、警察学校系列，并且重启了动画部门，开始进军特许经营行业，制作周边商品等等。1992年收购了华纳的 Steve Ross 去世， Gerald Jerry Levin 成为了
时代华纳的 CEO。在 Levin 手上时代华纳收购了特纳广播电视系统，这笔交易为他们带来了 CNN、TNT、TBS 等有线电视网，也带来了猫和老鼠、飞天小女警等等经典的动画 IP。而电影方面则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2000年代，华纳的哈利波特系列、指环王3部曲、诺兰的黑暗骑士3部曲与黑客帝国3部曲都将电影提升到了商业与艺术的双重巅峰。同样提起喜剧就无法绕过的老友记、生活大爆炸等电视剧，也成了华纳在这个时代最引以为傲更无法超越的作品。从20世纪初华纳4兄弟创立制片厂开始，这家公司经历了100年的扩张，从最初的胶片小作坊经历了一次次的并购，成为了如今这家横跨电影、电视剧、新闻和动画的综合性娱乐公司。Netflix 对于华纳的收购，也意味着这些版权资产向流媒体平台的全面迁移。这不仅仅是版权所有权的更迭，也意味着华纳坚持的传统发行模式，尤其是数年来的独家院线窗口期系统，正在被 Netflix 流媒体的逻辑全面重塑。但是尽管产出了如此多经典的电影和电视剧，商业层面的华纳却极为动荡。过去25年间，华纳经历了3次灾难性的合并，每次都以惊人的价值毁灭而告终。2000年1月，门户网站美国在线 AOL 宣布以1820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组建了一个市值3500亿美元的巨无霸。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互联网泡沫破裂，经济陷入衰退。到了2002年，公司报告了987亿美元的亏损。这不仅创下了美国企业史上的纪录，也让华纳的市值直接蒸发了1半以上。第二次转折发生在2016年，当时华纳的 CEO 同意将公司卖给电信巨头 AT&T。 表面上看华纳似乎找到了一个财大气粗的归宿，但实际上这却开启了华纳与 HBO 长达10年的动荡期。在这10年里，华纳像个包裹一样被频繁转手，先是从时代华纳变成了 AT&T 旗下的 Warner Media， 接着又被拆分出来与探索频道合并，变成了现在的 Warner Bros Discovery。 这种管理上的混乱在现任 CEO David Zaslav 手里达到了顶峰。最近的一次重大重组发生在2022年，现任 CEO David Zaslav 推动华纳兄弟与探索频道合并，但受限于有线电视业务加速下滑以及合并后的整合策略失误，公司股价持续走低，最后导致了目前的局面。要知道Netflix 收购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将这家合并的公司先拆分掉，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完成。我当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中间对于这个 CNN 的部门高管的这个来回来去撤换，一开始是 CNN 要做他自己的流媒体，然后后来这个新的管理层进来就把这个业务直接就砍掉了，然后接着就是他任命的这个新的高管给公司带来了一波的变化之后，结果后来也被干掉，然后又要换新的人来，他还是蛮能折射出就是这几年 Zaslav 领导下的这个大的华纳 Discovery 就 WBD 这个公司内部的这几年的一个情况。2022年合并完成后， Zaslav 的一系列操作更是彻底激怒了好莱坞。在好莱坞的编剧和导演们看来，他并不打算维护华纳100年来建立的创意生态，而 Zaslav 更像是一个拿着手术刀的会计。为了填补合并带来的巨额债务，他开始疯狂裁员，甚至利用会计准则把已经拍完的项目直接注销来换取税收抵免。这其中最令行业震惊的就是那部已经耗资9000万美元进入后期制作的蝙蝠女 Batgirl。 这种拍完即销毁的冷酷逻辑让华纳在创作者心中的声誉跌到了谷底。进入了2024年，华纳的战略判断再次出现了致命失误。在体育版权的争夺战中，华纳旗下的 TNT Sports 竟然丢掉了合作长达40年的 NBA 转播权，眼睁睁看着这块王牌资产被亚马逊和 NBC 抢走。丢掉 NBA 的转播权，也使得华纳失去了最后的护城河。在面对有线电视转播商时，华纳几乎没有任何谈判筹码，这也加速了华纳有线电视业务的崩盘，同时也让股价一路下跌。从之前在 Discovery 探索担任 CEO 开始，就一直是所有的这个美国大公司当中薪酬最高的一个 CEO， 哪怕是跟很多这个科技巨头来比的话，然后他的薪酬都是相当之多的。他在过去的几年也是不断通过调整自己这个薪酬结构以及这个股票期
期权，从中实现了自己个人利益的一个最大化。他是在几年前通过 WBD 这个董事会修改了条款，把自己的这个薪酬从之前的这个股价目标，然后定成了这个现金流目标和债务目标，所以说这让他获得了很多现金。之后他也加入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控制权变更条款，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公司被卖掉，无论卖价多少，然后他都可以获得这个期权，然后能够兑现。他接下来很有可能能够在这个 Netflix 和 WBD 的这个新的这个巨头里面能够保留自己的这个职位。如果这笔交易能够成功通过的话，他可以一下子获得应该是6亿多的这个资金，跻身这个 billionaire 的行列。也许在这场纷争不断的收购战里面，笑到最后的反而是 Zaslav。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博弈始于派拉蒙的步步紧逼，最终演变成 Netflix 和好莱坞豪门的正面对决。面对派拉蒙的敌意收购、董事会施压和代理权诉讼， Netflix 的应对很直接，把报价改成每股27.75美元全现金，用真金白银提前结束战斗。但827亿美元的交易，最终话语权却在监管机构手中，双方已经雇佣了庞大的游说团队，而特朗普政府的反垄断立场将是这场博弈的最大变量。透过这场收购，我们看到的也不仅仅只是一笔交易，而是2个时代的交替。实际上，如果你去看过去每一次在这种新的技术替代旧技术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产生一些洗牌。比如说有线电视当时快速发展，然后跟传统的无线电视网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竞争格局，甚至是后来反超的时候，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旧的玩家退出，新的玩家进来。可是如果我们只是看最近这几年的变化，这件事情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发生，就是你只是感觉到说啊，有一些原来是属于硅谷的公司，好像借由流媒体的技术进入到了一个媒体跟传媒业务的领域里来。可是对于原来的传媒的业务，在流媒体平台上其实并没有发生一个洗牌。Netflix 定义了一代人的娱乐方式，而华纳的困境恰恰代表了传统好莱坞的被动。背着巨额债务，有线电视业务持续萎缩，华纳没钱做研发，也没钱做全球扩张。这时候卖给 Netflix 或许是资本困境当中的最优解，哪怕这代表着好莱坞传统制片模式的终结。Netflix 也在改变，靠算法推自制内容的增长逻辑已经见顶，它缺了院线发行能力，缺深度 IP 开发经验，这限制了它在流媒体之外的变现空间。收购华纳， Netflix 看中的是 HBO 的品牌溢价和 DC 宇宙这样的成熟 IP， 这标志着 Netflix 正在从轻资产的科技平台转向重资产全产业链的娱乐帝国。好莱坞对这家科技公司的态度已经从最初的轻蔑到恐惧，再到如今的复杂交织。如果这次收购落地，那么好莱坞新旧格局的交替将不再是预言，而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传媒帝国收购系列第2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的点赞、留言和转发是我们做好深度商业与科技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特约研究员一文，那我们下期再见了。